欢迎收看关键时刻。93的阅兵的确让全世界看见了中国，习近平也的确颜面有光。他不仅看到了，直接把这所谓的分列式，把所谓的阅兵式非常的整齐展现在全球前面，甚至摆出一系列杀手级的武器，震惊了全球。照理来说，这个阅兵下来，应该国人相当要有信心，投资人相当要有信心。诡异的地方就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就在93阅兵的当下，没有想到中国的股市竟然跌了，而跌了里面跌最多的是什么？竟然是你的军工股。你说9月3号跌一天那也就算了，习近平一定会赶快国家资金进来把它直接冲起来，没有。9月4号隔了一天之后，你看到一片惨绿，尤其是军工股的部分更严重了。这代表一件事情，我刚刚特别讲了，你今天93阅兵的实力，不管在武器的展现上面，如果好，市场一定会有反应，投资人一定会有反应，国人的反应也会越来越好。为什么？因为这是信心的展现。这代表一件事情，现在中国人民也醒了，他知道你今天吹越大，我越怕，因为就怕清朝的这个所谓的北洋军队一样。你今天吹得越大的时候，你到底能不能真的打下去呢？世彤，所以这也很难怪。9月3号这个所谓的阅兵的当下，对，跌了，不正常。没错，隔了一天又跌更深，不正常。我就奇怪，那你习近平9月3号阅兵的那种风风光光的样子，怎么一夕间大家给你的信心，市场给你的信心都没有了？简单来说啦，大家都认为说大阅兵真的是非常棒。你看，连这个川普都说，你看他们要举行仪式，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仪式，非常令人深刻。那全世界也都转播，很多人都说哇，中国展示那么多武器啊，什么东风61啊，这个鹰击15，一大堆无人机啊，无人潜舰，哇，好赞好赞。可是问题是，你看。虽然大家觉得说中国的军工看起来的话是长足的进步，但是这就在他阅兵的同时的时候，中国在这个9月3号股市跌得最重了，也就是军工股，在他们要阅兵的那一刻，他们就开始跌，这太奇怪了吧？对，那为什么这样说？你看，这有人就这样说，虽然响应了党的号召，但是最终还是错付了。那韭菜梦想还是有的，也就是说，因为呢，他认为说啊，阅兵一定会涨嘛，就没想到，阅兵之后股价大跌。那你说只有9月3号跌吗？没有，9月4号继续跌，连跌2天。所以真的，你刚才阅兵的那个时间点来说话，很多的散户反而是对了你这个所谓国家的这个所谓的武器的概念股，相当的不信任。所以这也太夸张。等这个我们看到了，战斗机在天上飞，对，军演正在 ING 的时候。就真的股市跌给你看，对，跌到让你觉得我真的没信心啊。对，所以看起来的话，股民是比较了解这个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好，那我们就讲嘛，你看这个9月3号那一天的时候，你看中航成飞，这是有这个歼系列的武器的歼航空器的，你看，对，全部都是出现大跌的这个状况。你看跌幅呢？都是月末是10几%、6%、5%、7%，这个跌幅都相当重哈。那我们就讲，事实上他们当天当然展出非常多武器嘛。你看，包括说像东风61，中国新型可以携带核弹头的这个洲际导弹，哇，这个他们就说这个绝对是大杀招，这个核3位一体的这个武器。然后包括说像东风5C，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比较厚重的，然后是在这个所谓发射井里面填充的这个导弹。然后包括说关岛杀手的东风26D，这个都是可以直接从中国射到关岛、射到美国的。那还有包括说像高音速的这个反舰飞弹，鹰击17、鹰击19，对，它是可以挂在这个飞机上面的，然后可以用极高的速度，然后穿过所谓的这个反导的这个系统。它是什么？它是航母的杀手。对，没错。它秀出来就跟美国那边叫板的。对，好，你看哇，除了这个东风系列的导弹，你看中国的这个航空，这个所谓他们的武器真的很棒之外，你看还有秀什么？这全世界很少人展示过，这叫 AJX 洞2的无人潜舰的航器。你看，这就是一台无人潜舰哦。你看它有18公尺左右哦，这样中它巨型的无人水下载具，长度20米，可以用来监视跟这个侦察任务哦。所以你看，这如果真的假设它潜伏在台湾海峡的话，你看它可以潜伏多久？好，另外还有什么无人机啊？攻击11的无人机，他就说什么？这个我们是中程僚机，我们未来呢，除了歼20的时候，像外面可以飞一些无人僚机。你看展示这么多武器，照理说，我就是说，习大大是为了1540亿，是为了要展示国威嘛。同时，展这武器要干什么？当然是要让所有的股民看看我们中国的武器多厉害啊！结果中国股民一看到是，如果真的是很兴奋，第一个时间应该买嘛，就没有，他们第一个时间的反应就是卖。
所以告诉你就是说第一时间卖，对然后是什么逃？对，所以告诉你赶快跑啊！展示不如预期嘛。好，那我们就讲第二天，你看这是今天的时候，你看也是几乎都是下跌的这个状况。你看今天的这个股市表现，跌28%，还有你看哦，北方长隆跌28%，长城军工对，内蒙一机都是大跌的这个状况。我们就直接看这一行就知道叫大跌。好，那大跌的这个情形里面来说的话，你看这里面很多人就开始这个在网络上面讲啊，你看他讲什么？再有情怀也扛不住，我承认我上当了。军工龙头股 ETF 的这个酒吧就是的股吧，就是他们来讨论这个，然后大家就说再有情怀也扛不住，我承认我上当了哈。那你看你不亏我不亏，那东风怎么飞？这个当亏给信仰吧哈。然后再来是下跌通告开启，然后一起为情怀买单哈。然后阅兵作为本轮军工行情的重要催化剂，结果变成是什么催命符啊？所以就变成是你看整个股价出现一个大跌，譬如说你看。中航成飞这家公司，你看前几天为了阅兵冲上去，就现在倒跌回来，还倒跌到之前的低点，所以等于是说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上涨行情几乎是完全破灭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就来讲几家公司。第一个公司是这个，刚才我们讲到中航成飞，哦，就是股价出现下跌的这个公司。好，那为什么？照理说你应该买它。那这一次的这个所谓阅兵里面来说的话，最受瞩目的就是歼20，对，然后歼20来说，而且还有歼20S，对不对？还有说还有2双座的，就是说，我们那个双座的这个引擎呢，后面那一个人呢，对，他是可以操控无人僚机，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个攻击，所以它是一个5.5代的，对。有3种哦，你看有三款哦，歼20重新亮相。照理说，这是我们中国最骄傲的嘛，对不对？那做的是谁？中国就是成飞集团啊。那成飞集团做什么？歼20的，然后还做了歼5、歼7、枭龙、歼10，然后歼20跟歼10的唯一供应商是外贸族，他们有卖到这个巴基斯坦的枭龙的唯一供应商。照理说应该很好啊，就照你知道，今年的时候，这个股民已经上过一次当，上过一次什么当？那今年的时候，原本在巴基斯坦印巴冲突的时候，不是用这个歼10击落了印度航空的这个3架的这个所谓阵风的这个飞机吗？战斗机，中国的歼10击退了法国的这个飙风战机嘛？当时他不是说好棒，就那时候呢，你看这个中国的这个网络报道，你看5万股民泪奔，中航成飞，军工第一股燃爆了，所以脚要涨啊！打下阵风之后，对，今年5月份，对。一路冲上去，对，冲上去之后，大家全都上车了。对，好，没错，好，那你说好，为什么它会跌呢？因为很简单，没有错，你有很多题材啊，歼20啦，然后又有什么打下这个印度的这个法国飞机，很赞，对不对？可是照你看，我们来看看它真正的成绩，它今年的上半年的获利，照理说。上半年获利，你卖了这么多武器，照理说你应该好棒棒，就没想它的获利比去年同期下滑了68.3%，就它的获利比去年下滑那么多，然后它的盈利率只有4.4%。什么叫盈利率只有4.4%呢？就是我做100块。我看叹细抠细啦。我们过去台湾有所谓的茅山道士，他基本上是跟台湾说的茅山道士。他是作战机的。对。你千万不要忘，人家中航成飞哦，在当时我们刚刚讲，全部人一上车的时候，5月8号，那时候市值是2200亿元，然后你跟我讲说它的盈利率只有4.4%，这个也太低了吧？对，没错。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跟他讲。事实上，美国也是有很多航空公司，但是美国的盈利率不会这么低。那它盈利这么低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开发那么多飞机，但是照简单来说，我没处理嘛。我如果卖得出去，因为我开发一台飞机很贵，但如果我卖了很多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这个成本都削掉嘛，那我就可以获利增加嘛。那为什么它盈利这么低？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卖到很多地方去，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其实呢，他们的卖得出去的这个状况，并不如中国想的那个样子哦。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叫做中航沈飞哦，这是另外一家比较小的这个设计飞机的，它主要设计所谓空中的歼11、歼16，还有海军的这个歼15，还有歼15T，然后有沈飞。你看它最近的股价也是连续大跌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实际上他们空中飞的其实表现的并不怎么好哦。好，那我们再来讲一下其他的一些公司，像我们刚才不是说有一家公司叫北方长荣吗？哇，它涨很多，对不对？照那它涨很多的时候，你看它之前自己公司还出来讲哦。我们公司基本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你卖过倍哦。他就说我们公司的这个其实在之前暴涨的时候总市值到50亿哦，但是现在已经总市值在141亿左右哦。好，144亿人民币来说，我们乘以5的话，大概是约莫折合新台币是700亿哦。对，700亿的公司的时候，照尔，你觉得他一年要赚多少钱？你知道他一年要赚多少钱？他这几年都是亏钱的。他事实上，你看他最高峰是在2021年，好，2021年哈。但这几年就已经开始转为连续的这个亏损。你看，这是它的这个亏损。你看上半年的时候
已经转为红色，红色就是亏损的这个局面。你看，已经呢一路从2021年一路下滑，一路下滑，一路下滑，这样一个状况，获利啦，还有总收入下滑，然后净利率也下滑，这样一个状况就变成亏损的公司。亏损公司居然价值700亿台币，所以涨到连他们公司都说，你卖过倍哦，这根本就是个妖股了吧？对，获利那么少是没错，你还赔钱，你根本没获利的。那为什么它会长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就讲嘛，它是军工概念股。那军工概念股它做什么？它做碳纤维的复合材料。那碳纤维复合材料可以做在什么地方？飞弹需要用，对不对？然后无人机也需要用，然后无人车也需要用，所以各式各样都有。然后他说什么？我们这家公司是我们中国工信部认定的第3批专精新特小巨人产业。然后这个2023年登陆创业板，所以等于是登陆创业板之后，简单来说，2023年登陆之后，照了简单一句话就是以龙博碳基哈，对，几乎都没赚，这是获利嘛，获利都没赚钱，虽然而且营收还在一路往下走，这显然是公司有问题嘛。所以你看这不如说你说什么啊？我中国军工好棒棒，显然是事实上你们卖的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多。我们都一直说中国在下饺子，那照理说不会是这个营收啊，所以看起来好像跟我们印象中的中国的这个所谓发展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好，那我们就讲。像这一次为什么习近平要办这个所谓阅兵大典呢？你或许可以说，没有错，我在展示我的国威，我的 muscle。你看这个普丁，然后金正恩，然后我们在走上天安门的时候聊这个所谓长寿。那当然长寿要干掉别人，我们就长寿嘛。所以他就说，那什么意思呢？第一个，他找了这么多都是他的朋友。你看他这一次来了，你看俄罗斯普丁嘛，对，然后这个尼泊尔的总理嘛，塞尔维亚的总统嘛，马来西亚的总理嘛。古巴的这个主席嘛，还有白俄罗斯卢卡申科嘛，这些还有巴基斯坦，他们都说哇，这次好棒棒，你这个办的我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好。你看，包括普丁说什么，所有的活动都很精彩，非常棒，水平非常高。对，讲这样说，问题是习近平办这个要干什么？我展示我武器给我的盟友看，当然就是说，你哪准备你可以顺便下个单嘛，对不对？那我展示给你看。他今天的感觉是，兄弟，你看，这个是我们的飞机，是。这是我们的坦克车，这是我们的无人机、无人艇。对，你有喜欢，我打8折你都可以。是啊，对啊，那没有人买吗？对啊，你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武器的展示会嘛，展销会嘛，对不对？然后歼20从天空飞过去，无人潜舰都来啦，你看，都秀成这样，没有人要，但是就是没人买嘛。真的假的？我跟他讲我们就讲。目前为止，全世界军武第一国当然是美国的。对，你看，我们都说美国跟中国的实力很接近。好，讲美国都一直这样说中国会对我们造成最大威胁。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照理说它应该在国际军工产业会卖得很好嘛。对。就问题是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为止全世界武器10大出口国，第1名是美国423亿，第2名是俄罗斯137亿，法国、韩国、意大利，你看连韩国都有56，然后意大利、德国、瑞典、以色列、挪威，以色列、挪威都还赢中国，中国才32.2亿。不是，去年对，你都已经到1、2、3、4、第10名啊，第10名。对，你2025一定会更惨的。是啊，你可能掉出10名外了。所以你就说，那你的军工到底在干什么？所以为什么那些军工股都会赔钱？因为他们就是除了解放军买之外，没人。那我就讲为什么美国公司会赚钱？你看我洛克希德马丁那些公司，我们可以往海外卖。你看423亿卖这么多啊！所以为什么川普说，我可以入股洛克希德马丁？因为那些公司都赚钱嘛，中国的公司都赔钱嘛，哈。那我们就讲，这还是这些所我们讲到名气哦，这有挂牌上市，因为我们有财报可以看。但是至于说国企是没有财报可以看，所以营运怎么样，我们根本不知道。你说国企恐怕会更黑的。好，那我们就跟他讲，有一个公司叫做中国兵器的这个集团啊，这个中国兵器集团来说，他们前一阵子这个中国央视的报道，他说呢，中国兵器集团的有限公司的前党组成员，那副总经理刘卫东呢，因为严重的违法违纪，经中央批准已被双开，就开除他的党籍，还有他的公职那我们知道这个公司来说，他做什么呢？他做坦克，然后做装甲车、火炮。你看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他做的。画面，这一些都是一些高科技的。当然啦，导引系统很强对，导引系统还有这个轻武器在内的多项的这个状况，是解放军现代化的重要支柱。但是它主要是做车辆跟车辆相关的啦那结果没想，照理说这样一个公司，你应该是很强，对不对？就没想到呢，这搞了老半天，你这个副总经理你在贪污啊，而且他还是什么隶属中央直接管理的特大型的国有企业所以这是中央管理的管理说那他到底做什么呢？他你看刘卫东丧失理想理念，抗拒组织审查，违反中央的这个8项规定，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旅游还有高尔夫球等活动安排。然后他说什么？他的底线全失，然后违规收礼品、礼金啊，操办生日宴，并只靠气吃气。就是你靠企业吃企业，然后利用职务之便在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务方面提拔们牟利，非法收取巨额财物。这一点1、2、3、4、5、6，对，这根本是罄竹难书。对啊，这个人十恶不赦。是没错。那你看他花了那么多，花了那么多钱 ，A 了那么多公司，那你觉得这个国企，那你觉得只有他吗？当然不是嘛，一定一大堆人嘛。那你就除了他们国企军工相关的那么多，那一定大家也 A 来 A 去嘛。所以跟你讲，目前为止来说，大家都是知道说啊，中国军工股就是看起来很厉害，就有点像这个赵和看的，没有错，在北洋军阀准备要跟这个北洋海军准备要跟这个日本海军作战的时候，他们都是比这个吨位都比日本大。那时候多风风光光，大家觉得我们北洋海军一定赢啊。对啊，我吨位比你大，然后船舰比你多，就没想到一打下去之后，不是那个样子。所以才跟你讲，以中国这种所谓的这个武器这样子，目前为止在外销出口乏人问津，再加上说他们其实里面的贪污腐败的非常多，真正打起来会是怎么样呢？那我们还真的不知道会是怎么样。廷伟，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在93的这个所谓阅兵里面，第一个武器军工股真的太神奇，完全直接跌了，跌了之后发现没有人买。第二是什么？在这次阅兵里面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画面，今天大家都在谈，奇怪，这阅兵的总指挥怎么有猫腻了？我们会看到这次的阅兵总指挥是中部战区的空军司令，叫做韩胜言。好，我们在知道他的时候，不对，因为原本这个位置是要谁来？是中部的战区司令，叫做王强，就是这个人。结果王强没有出现，是韩胜言。你说这是因为清洗军中大清洗，清洗到真的没有人可以用了？对，这一次这个阅兵，大家看到所谓的那个踢正步的那些方队也好，或是说展示出来的那些所谓的军工武器也好，看起来好像很吓人的样子但是事实上看门道的人就会发现到不对劲。为什么呢？因为人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是人的问题呢？原本每一次的这个阅兵之前呢，很早就会公布说这一次的所谓的总指挥会是谁。对，那这个总指挥通常是由在演习或者是说在阅兵当地的所谓的战区的司令来担任。所以因为北京这个地方属于这个中部战区的一个地方，所以由中部战区的司令，也就是如果说以现在来讲的话，如果没有消失掉的话，就应该是王强才对。对，但是呢，王强竟然没有出现，而是由什么？而是由王强底下的另外的空军司令叫做韩胜言这个中将来出席，也就是什么？原本以前的总指挥是一个上将，3星的这个上将，结果现在变成一个2星的中将而已。这太奇怪，他完全降一阶。对，就降一阶下来。那由他来担任总指挥，到底够不够格？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其他的战区其实有些司令还在的，也就是说，如果是他有去率领其他的这个所谓的军种或者其他司令来讲，或者是不是可能会被非议那这时候来讲的话，再看到这些所谓的这个所谓踢正部的这些方队当中，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好了，武警司令也不见了，也就是说在所有的校阅的部队呢，很多的他的长官其实那个最大的头都消失不见。所以现在来讲的话，这一场阅兵大家看的原本是一个好像军容壮盛，但事实上来讲的话，里面暗藏玄机，暗藏的就是什么人事斗争以及相关的人事布局来讲的话，习近平似乎好像是跛脚的所以他根本就是一个现在深陷一个用人危机上面，而在这一次的阅兵中完全暴露了。对，所以大家一直认为说中国阅兵好像很强，大家踢正步踢得非常这个所谓整齐划一然后呢，这个他们还喊出口号，就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等等之类的这些习近平所喊的话，那大家所谓的精神抖擞了然后那种军容壮盛，在喊什么？每个人都必须敬畏。是，所以大家看起来说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但是相对来讲，川普说他也要阅兵之前川普也阅兵，你看到美军来讲阅兵这个非常轻松了好像是散步一样如果跟中国比起来，你看到这一张，这是中国有阅兵的样子，这是美国。对，感觉很松散的。那你看到他拿枪的样子，跟中国拿枪的样子是不一样。人家是这样子拿，他是这样轻轻松松的这样子，好像是在玩游戏的感觉。这是美国，这是美国的阅兵，他就慢慢走轻轻松松走。不过我们讲民主国家大概都是这样的阅兵，他不可能去踢正步，踢正步大概都是一个独裁的国家才会做的事情那问题在哪里？大家想说，不对你这个踢正步的军容壮盛的，好像还没打过仗
但是美军这种很轻轻松松的，好像很懒懒散散的感觉，到处在全世界打仗啊。看到这一张图，作风优良，但是人家是什么？很懒散，但是能打胜仗。对，那作风优良这边来讲的话，看起来军容壮盛，非常整齐。但是问题是，每一天都有人被消失掉。但是你能打胜仗这边来讲的话，看起来懒懒散散的，但是每一天他们都真实的上过战场。所以这一对比之下，到底谁优谁胜哦？事实上，真的要打实仗才知道结果是什么。宇轩，这一次阅兵，习近平真的做到一件事情。今天我兄弟都站在我旁边，习近平、普丁、金正恩。我想说，哇，这根本是一个三巨头啊，历史会留名的。结果不是，大家都是各怀鬼胎，大家心里都有盘算，有心计的。为什么？你看真的太夸张了，只是一个冷气的遥控器，竟然俄罗斯跟北韩。双方吵翻天了。队长，我们都有听过假面姐妹哦，但我从来没想过在国际场合上会看到假面兄弟，鸡皮疙瘩起来。为什么呢？首先要有兄弟的样子，所以你看哦，普丁开始他的车轮之旅，对不对？是不是跟莫迪在那边聊50分钟？他也有跟我们的金正恩哦，金小胖，虽然说车内空间感觉有点拥挤，坐在那边会谈，有说有笑的，讲得很开心哦，就这样载着他一路这样子开啊开啊开。事实上，那就是他的会客空间哈，因为普丁可能有一些安危的问题，聊得很开心。就下车之后，你知道吗？上面还先握手。那握手之后呢，金正很主动哦，够不高哦，你知道他干嘛吗？烂结，还抱一下？不是，他还不是普通抱，他是这样，左边这样抱一下，右边抱一下，右边这样抱一下啊，这么麻吉的，只差没有中间抱一下而已啊，吓死人了，就非常的友善。你看，哇，就变这样子嘛。为什么说感情这么好，对不对？你看哦，普丁说什么？两国是可靠的、友好的同盟关系。北韩军队在库斯科表现的英勇，向北韩人民致上最热烈的问候。所以你看嘛，之前金正恩的眼泪是有价值的嘛？他哭，请问一下，普丁有没有看到？有看到，看到了嘛？他说北韩今后会全力支持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温拢是兄弟，讲兄弟，请讲一苦，迄嘛无要紧嘛？什么物件好食的，分你一半嘛？唔对哦，讲拢讲兄弟，结果咧，吹一个冷气冻袂掉。这个一个是北韩的人员，一个是俄罗斯人员，他们在钓鱼台宾馆。赵，你知道他们在抢什么吗？你说他们两个现在被拍到，对啊，很像是在吵架。对啊，他们在吵什么？他们在抢遥控器，抢遥控器，抢冷气遥控器。对，就一个跟你讲说哈，因为俄罗斯比较冷嘛，对不对？他说20度，啊，你看舒淇啊，然后另外一个跟他讲说23度不可以，然后两个人就在那边20度、23度争执不下。你知道原本是怎样吗？原本是比如说冷气遥控器，对不对？对。俄罗斯先走过去拿了，对。BB 20度关了，然后人走了。后来北韩人再过去 ，BB 23度，然后又走了。俄罗斯又回来 ，BB 后来受不了，你看啊，俄罗斯人就直接霸占在冷气遥控器那边说，我就20度，你怎样？你怎样啊？我就站在这边啊！他就为了我讲，人家是死守4行仓库，他是死守冷气的遥控器，就守在那边一动也不动，然后最后谁获胜？俄罗斯获胜。而且你知道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等他们瞧完，你说最后俄罗斯获胜之后，尴尬一幕，全部人都在拍你，全球的媒体都在看你们两个在那边玩。金正恩跟我们讲，哇，会面哦，很盛大。然后做完之后，你知道他们都感觉正襟危坐。就一走之后，你知道干嘛吗？后面处理的人来了啦，马上一个女的啪把金正恩的水杯先端走。后来呢，再来一个男的，你知道拿着一个湿纸巾，对，呸，先吐一口口水。为什么？混淆他的 DNA， 然后开始在整个椅子上抹，把他的口水抹满那个椅子上。他擦得很仔细耶，他擦到连这个湿纸巾都掉下来，有没有？继续擦啊，不留下任何的痕迹耶。对，他要用自己的 DNA 去混杂着，我们讲把金正恩 DNA 给冲掉。为什么？就不可以让你留下任何的生物基证嘛？金正恩怕的要死，但我相信普丁也能够理解了。普丁出门大概也是这种程度，所以你想想看哦，最后他直接干嘛？纸巾也不是丢垃圾桶哦，赵和用一个非常缜密的袋子放在自己的胸口，然后带走，这是太夸张了吧？这是金正恩的口水。但是我跟你讲啊，中国跟俄罗斯也没好到哪里去啊。你不要以为说普丁有在那边跟他聊什么器官移植啊，我跟你讲，光汽车都卖不过去。你看啊，这是上半年的中国汽车出口的目的地，对不对？其中美口年增30.7%，有抖。阿联酋 OK 年增58.8%，very good， 更棒。但是到了第3名的俄罗斯的时候，等等，俄罗斯本来是第3名吗？好像不是竟然呢年增率-59.2%，
换言之，它的车辆今年呢只卖到了上半年17.1万辆到我们讲中国卖到俄罗斯去，因为中国已经倒了1卡车的车过去了。所以那边库存超级多，所以我认为啊，普丁是刻意的把这个价格拉高，就说我不要再跟你中国买车子了啦，卖都卖不完。天然气大家都知道，整个俄罗斯现在又受到欧盟全面抵制的关系啊，基本上卖也卖不掉，它没有地方去。在西伯利亚的力量2号的这个管道，那为什么中国要跟他买呢？预计说它的价格会远远低于俄罗斯卖给欧洲的，也就是说俄罗斯现在狗急跳墙。我天然气多的跟山一样，卖也卖不掉，跟你的电动车一样。但我现在要卖给你中国了，你中国又拿翘，甚至之前还曾经讲过说，我有20%的上限哦，到时候我要看看哦，我要看我心情是不是要跟你买哦。所以等于就是说，现在整个天平的倾斜已经慢慢的倒，慢慢倒，连俄罗斯恐怕也没有办法在经济这一块领域上跟他含扣。而这个所谓的兄弟，应该是在你最有苦难的时候伸出你的援手啊，结果不是。你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原来这些假面兄弟是趁你有难的时候呢，趁火打劫，占你便宜。这种刚刚特别提到中国、俄罗斯、北朝鲜、北韩跟假面兄弟一样，大家私底下斗来斗去、防来防去，甚至连一根头发我都不可能是会给你。结果假面兄弟完之后，现在中国竟然指控一件事情：台湾有什么假面的甜心？我今天看到这件事情，我吓死了。北京日报竟然报道一件事情他说陆生来台念书，竟然被学姐色诱了。色诱完之后呢，他竟然变成了台谍，他竟然供给了所谓解放军的情报。对，我们真的反攻大陆了。你看在阅兵结束之后呢，他就公布这个所谓消息，这是由北京日报说的。他说间谍假扮学姐，又这个交换生泄密近百情报。然后据这个国家安全部9月4号发布，随着这个反间谍的斗争日趋严厉之外，境外间谍情报对于我国实施渗透的窃密手段层出不穷啊！赵尔，我们也在节目说这个中国怎么渗透，你手段有那么多，对，你少在那边讲我们。现在就开始先指责你安利那组啊。好，那他讲的这个事情来说话，赵尔，你知道这个事情如果是最近发生就算了。这事情发生已经10多年前了，你10多年前你拿出来讲干什么？所以就说了，事实上他这证实了一点是什么？他这几年都没有抓到我们的这个间谍，表示我们根本没去渗透他，但是他渗透我们倒是真的蛮多。所以你看他讲来讲去都是这个例子哈。他说什么呢？他说了，这个有一个18岁的这个小泽，以交换的学生呢，到台湾某大学交流，然后在一次偶然的聚会中呢，有一个自称学姐的女生主动接近小泽，然后频频对他示好，然后他还把他照片公布出来，把2张照片直接放了出来，对，放上来就说他是谁对不对？然后就说了，见面之后呢，他就开始因为要跟小泽见面嘛，然后就用学姐的这个身份，然后创造这个暧昧的氛围，然后常常约小泽，我看你啊从中国来了，那我们就没有人陪你，那我们一起去逛街吃饭，然后于是漂泊在外的小泽呢，就越来越依赖学姐嘛，对，那很快就跟学姐坠入爱河。他说他跟学姐 fall in love，对，没错。好，坠入爱河之后，那为什么这个后来变成是一个间谍案呢？因为小泽的学习呢是可以接触到不少中国国防科工的这个机密。然后他没有意识到，然后因为他这个学姐就常常跟他打听一些这个，你学什么啊？然后问的问题其实都已经远超过一般人能够问的这个状况嘛。好，那结果呢，在某个夜晚，他们可能都喝醉了一点酒，这个有点微醺的状况之下呢，那学姐主动向小泽表了白，然后在当晚2个人就变成男女朋友。对，就这样，好，就这样的关系。那关系是说，因为小泽毕竟是来台湾交流了嘛，然后没多久要回去了。那回去的时候，结果这个学姐就跟他说：“那我们继续用爱人的身份维持下去，好不好啦？”然后就说：“那小泽回去之后，我跟你讲，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工作的状况什么都分享给我啊。我希望你没有在我身边的每一刻，我都很想看到你。对，你在做什么，我都想要知道你在做什么。”那小泽当然很开心，而且他还说什么：“我们彼此来，我们看到。”做对方的眼睛，对啊，是啊，我看着你看的东西，就是我在看着，对，我看的东西就是你看着，对。你这写什么文情小说也太浪漫了吧？对，没错。那我觉得呢，这个可能小泽他的这个爱情经验可能比较少啦，可能要跟很多人讨教哦。那回到大陆之后，他们就要普通人一样，一直在传讯息、传思念，然后就是很多他们还把他们的思念的东西都公布出来。那公布出来之后呢，就这样怎么回事呢？因为他回到中国之后。他就因为他在他们的重点的实验室工作，对，就学姐就说，
哎，你现在干什么？你拍一张照片给我，就他拍了很多照片，就拿你在现场实验室你也拍很多照片，拍很多一直拍，然后拍了就说，哎，我想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可不可以给我看你的资料？哎，你做的好机密，我好心动，我对你有不一样的感觉，你赶快给我东西，就是这样一直索取实验的数据，然后机密还有科研的这个资料一大堆，然后一大堆的时候，就因为都已经收集的差不多了，小泽也觉得很奇怪，然后就说，哎，不行。我不能够这样下去了，而且可能我觉得分隔两地也是一个原因嘛，毕竟可能小泽这时候认识了新的学姐也不一定哈，然后就说，哎，我要跟你分手，就没想到学姐就说不行，你如果跟我分手的话，我就把这些机密抖出去。我们台湾女孩这么坏啊？对，然后这个没办法嘛，那这个小泽就说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走向这条不归路。好，那他就把这个剧情都描述完了，就说了，经国安部调查，所谓的学姐身份呢，事实上呢是境外间谍情报人员，他当然指就是台湾嘛，哈，比小泽大了16岁。哦，他用尽手段引诱小泽以爱之名呢，对小泽实施控制，就是为了获取情报。然后小泽一共提供了大概约莫是在学姐涉及中国国防军工领域近100份情报，然后收取4.5万人民币的这个状况。然后面对从天而降的这个温柔陷阱，小泽没有能够逃出圈套啊。所以他最后还说什么？他最后还有一个这个跟你说，哎，情感你要小心啊，你被控制的4部曲啊，就有人会锁定你。哦，然后就可能就挑这种涉世未深的这个海外留学生啊哈，然后就或者说涉密岗位的新人，然后感情投资，因为你在海外嘛，我就对你投资感情，然后逐步试探，然后把柄威胁，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这4个这个征兆。不是，这也太荒谬！你看到他最后查到说还拿报酬，对，两个人不是在交往吗？是吗？还谈钱，还讲这个，是啊，因为前言不对后语的，那就是这样，可能就是男生跟女生出去吃饭的时候，大家互相这样子。你们不是没有见面吗？对啊，就是这样嘛，所以我才说后来这个当然这个案子来说，当然中国我们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他们就在央视这边大啦啦的给你报道出来，北京都要给你报道出来，所以这告诉你什么？告诉你，其实呢，这个我们在台湾受到渗透实在太多了哈。我们的案子随便都可以讲出这个礼拜、上个礼拜爆发的事情，但是中国只能够拿一件2011年发生的事情，那告诉你什么？告诉你我们的间谍或者我们的渗透，搞不好真的还要再加把劲。玉峰，现在对于习近平来说，最头痛的问题是什么？经济。其实，在中国来讲的话，过去把东北当作什么共和国的工业长子，什么意思？当一个国家要发展经济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有工业。对，那时候工业放在哪里？就放在东北，放在长春这些地方。所以呢，在过去来讲的话，东北有很多的村落都是有工厂在的。可是呢，最近来网络上面有很多的帖子哦，包括这种空拍机，包括他真的去现场看一下，发现整个村子人都不见了，都没有人。最离奇的事情是，它的基础建设还在哦，有些小区它的灯还会亮，然后呢，它的电梯还有通电，可是，一瞬间人就不见了，保全也不见了，住户也不见了，村里民也都不见了，然后大家觉得很奇怪。难道这是一个什么神奇的一个消失的文明吗？怎么会突然之间？这根本是什么？车诺比核灾后，建筑物都在，人不在了，现在也一样。对，所以呢，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像这样的小村，一定是当初政策支持。比如说，过去来讲的话，在西北有一些状况是，他们要去开采汽油，或者是要开采什么样的矿，结果人进去之后呢，突然之间这个矿产没了，人就不见了。可是东北这个情况是非常特别的哦，怎么一瞬间，你看这个电梯？你还能够叫得动电梯，然后人就不见了，代表说这个经济下行的状况是非常非常的严峻啊！而且你看到80年代的中国东北人多少啊？人这么多，2013年的东北长春这么多人，结果一下子2024年、2025年就变成无人村了，人就不见了。人不见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这个产业没有办法让人民赚到钱，没有办法让人民赚到钱的情况之下。这些人一定要到其他的地方去讨生活。好，那东北的工业如果没有了，可以怎么办呢？你要找到第二个经济发动的引擎，他们找到了谁？找到了汽车产业。那你在过去来讲的话，包括宝马、奔驰，就是我们讲的 Benz， 还有奥迪来说的话，你进去之后呢，你必须与他们合资。所以呢，在长春这个地方，你看到宝马、奔驰、奥迪，他们的营收还是非常非常的高啊。对长春来讲，这非常的重要。可是这张图有一个猫腻，你知道吗？这些汽车集团看似营收很高，可是你要看的是
这一个紫色的，它的利润很低，尤其是奥迪，你几乎看不到它的竖线图啊，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他们的内卷太严重了。对，看哦，每一次新的这个型号出来的时候呢，砰砰砰砰砰砰砰，涂出来都非常的漂亮哦。你看哦，这个蓝图汽车。势能全开，向心而行，13505辆哦，同比增长超过100%，119%。然后乘风破浪，小鹏汽车卖了多少？光1个月可以交车37709辆，每一个小米汽车超过3万台，每一个数字都很漂亮。可是，在这种漂亮的数字之下，你只是去看它的4S 店怎么倒的倒，关的关，或者是还没有倒的情况之下呢，店里面都只有谁？都只有员工走来走去，没有消费者来买。然后大家就讲到一件事情，原来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有猫腻。其实这是他们行业的潜规则，因为你要推动一个新的型号的时候呢，领导要看你是不是要把数字给弄出来。真的没有人欸那你数字要怎么弄出来？因为你说广告公司策划小定过万，什么叫小定？小定就是说呢，我先跟我的这些潜在的消费者潜销，你们要不要来订个车啊？如果你过去车子卖得好的时候，你还可以策动你的始终的粉丝来买车啊。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呢？不用担心，我就作假就好了。简单2个字，作假。什么意思？小定呢，你就付个几千块，而这个钱是可以退回去的。所以呢，当你有新车出来的时候呢，砰，15000台，难怪这么多，3万台，37000台，57000台，不用担心。反正呢，这钱可以退回去给你的。其中最奇葩的是有一个品牌叫做什么？众泰汽车。众泰汽车它已经不想跟你玩了，它的财报出来，你知道吗？除了赔钱以外净亏损高达10亿元，它就也不去跟你作假喽，它就直接把这个拿出来给你看哦。2024年，你知道它一整年卖了几辆车吗？卖几辆？14辆，14辆哦。然后呢，它的生产几辆？0辆。0有没有看到？它是生产0，然后呢，库存只剩336，已经呈现一个佛系造车了。反正我卖车、我造车都赚不到钱，那我干脆就把它放烂。放烂之后呢，搞不好到时候政策改变，我还有救。可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些网友发现一个状况：如果你造车赚不到钱，卖车你就佛系卖车。但是你看这些车辆你说这些车子到底安不安全？你看。这些车，这个都是蛮新的车哦。对。结果呢，完全锈蚀。另外一个画面，我帮我们看一下，它是底盘你说钣金脆掉，我已经觉得很过分哦。它有底盘也是这样子，像是一个鸡蛋壳一样，没有办法好好的让人家看清楚说，你怎么刚出厂就已经生锈成这样子？那代表什么意思？你都还没有。长途的旅行的时候呢，你就出现这种状况，楼赖把弄一下，钣金就撬开了，底盘就锈死了。那如果我真的上路，真的出行的时候，如果发生什么交通意外事故，你觉得你有办法保护生命吗？那没有办法保护生命的情况之下，那这种新能源车是不是变成夺命车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